清晨，老西关的巷子里，广州人以一碗云吞面开始今天的第一餐。广式云吞面，每家的出品也许各有千秋，但总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萦绕在食客的嘴边。这个神秘的滋味儿，秘密就藏在汤底里。吴锦云的云吞面店就开在巷子里，楼下食客满座，楼上他在烤大地鱼干。大地鱼也叫比目鱼，吴锦云用炭炉慢火烘烤，2面烤至金黄，薄薄的鱼身逐渐逼出油脂，浓郁的咸香味儿飘溢出来，让人开始口舌生津。而家大地魚多數都嚟住浙江啊、汕尾啦，同埋陽江北海啦。烤到佢出油，煲出嚟嘅湯係香好多，鮮甜好多。用炭炉烤的大地鱼更为浓香，因为烤制太慢，绝大部分云吞面店以用微波炉或煤气炉代替。原来广州人做云吞面用猪骨、大地鱼、虾子、火腿熬制汤底。他们把烤香的大地鱼当香料来提高骨汤的香味儿，这正是广式云吞面汤底的灵魂所在。除了汤底，大地鱼干还可以跟云吞亲密结合。先挑选肉厚的大地鱼，剥肉去骨。下锅炸至酥透，最后把酥脆的鱼肉碾压成粉状，再混进猪肉馅儿里。但係呢種方式咧已經好耐冇人用啦。嗰隻雲吞係另一種香味嘅。做一碗你話傳統啲嘢咧，都要花嘅時間同心機落去咯。如果说大地鱼给广式云吞面贡献了浓香与鲜甜，在它的产地变化更加多彩。汕尾马公港口，老船长林妈明起了个大早。因为妻子给他交代了一个采购任务。又靚，呢次中大啦。大地鱼在海床底栖生活，渔民们用海底拽网的方式捕捞，因此当地人也把大地鱼叫做地宝。年底是大地鱼肥美的季节，林妈明买了20斤大地鱼。给妻子晒鱼干。汕尾是大地鱼干的主要产地之一，当地人把它用作调味品，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丝大地鱼干的鲜香味儿。林妈明的妻子罗代娣叫来了80多岁的姨丈，帮自己处理丈夫买回来的大地鱼。鱼越小越难杀，要划开薄薄的鱼身，刀工稍逊就很容易把鱼刺穿。你唔使拖嗰啲就化晒。哦，咁樣咪就靚啦。精打细算的马工人会把小的大地鱼晒成鱼干，大的则用海盐腌制，3天之后便可食用。20多斤鱼全部处理完，在自家门前的海边晾晒起来。以前我哋移民人冇屋企㗎，所以全部人喺船市就喺船曬咯。大條啲咧就曬多
半日，細挑啲曬埋今日，聽日曬半日就可以收啦。伴随着海风与艳阳，大地鱼干没几天就晒好了。和广州的云吞面店一样，罗代蒂把大地鱼干在明火上烤到酥脆。一条条鱼儿化为金黄色粉末。罗代蒂怕孙子孙女们吃到骨头，又把鱼粉细细筛了几遍。鱼鲜味儿弥漫开来，这些大地鱼粉变成了汕尾人最喜欢的调味品。鱼丸是汕尾人过节或待客必备的食品。马鲛鱼是当天捕捞回来的靓货。反复摔打至鱼肉起胶，调味的大地鱼粉上场了。这样的鱼丸吃起来咸中带鲜，又有微微的烘焙焦香，十分惹味儿。海盐腌制过的大地鱼，曾经是渔民在船上的下饭小菜。当地有一种独有的吃法，叫撩春，春就是鸡蛋。把腌制好的大地鱼放进砂锅里加热，融化后的大地鱼散发出浓郁的鲜味儿。这时把鸡蛋打进去，混合，继续搅拌。在鸡蛋9成熟时，熄火上桌。砂锅的余温让鸡蛋刚刚熟。油炸后，大地鱼干挥发出更多油脂香味儿，再与芥蓝同炒，寡淡的芥蓝沾染了海的气息，爽口甜美。上菜了，上菜啦！罗代蒂喜欢热闹，如今丈夫很少出海，儿孙陪伴在身边。这一桌大地鱼宴，就是对那个漂泊时代的温情回忆。上午10点是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最热闹的时候。魏红和丈夫也置身其中。魏红是地道的广州人，她给泰国丈夫取了个中国名叫阿斌。夫妻俩到水上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吃。香料是泰國小吃好味道的一大法寶。香料對於泰國菜嚟講咧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泰國菜咧係習慣用唔同嘅香料咧嚟調一個菜嘅味道。水上市場的香料依然滿足不了魏紅和阿斌，他們決定馬上轉戰曼谷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。忍受着周围各种食物对他们的招手，小两口一心只往香料档口去。来自泰國各地不同特色的咖喱糕，讓他們興奮不已。因為我哋自己都有獨特嘅一個配方去做呢一個咖喱糕，咁所以我哋都想睇下人哋嘅咖喱糕同我哋嘅係有啲乜嘢唔一樣。อันนี้พริกตำธรรมดาผัดแกงต้มคือพริกเม็ดๆแล้วก็เอามาใส่เครื่องก็เอาแล้วก็ชา
咖喱糕的原料就在泰国的田野上。除了闻名于世的稻米，泰国最多的便是各式香料。魏红和阿冰带着3岁的儿子到乡下培养吃货，要从小抓起；学泰菜要从研究香料抓起。你ไก่เถอะโอ้เผ็ดเหรอเผ็ดอันนี้หอมนี่เจ็บพริกเนี่ยเดี๋ยวให้พี่ก่อนเลยเร็วช่วยกันเร็วช่วยหน่อยเร็วช่วยหน่อยเร็วช่วยหน่อยเร็วดึงเห็นไหมว้า阿冰在香料宝库里大肆搜罗，酷热的天气下，还能那么忘我的挖地，除了真爱，没别的解释。挖完南疆，这附近能找到的香料基本就齐了。น้ำมันชันใช่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ได้ใส่พริกแกงนะเราจะต้มน้ำใช่นี่ใส่พริกแกงเราจะใช้พวกตะไคร้นี่ตะไคร้เราใช้แค่ตรงโคนๆแล้วก็หอมตัวนี้จะหอมกว่าเยอ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เอา对香料如数家珍，刀法娴熟，这个吃货不简单。因為我老公嘅屋企咧係美食世家啦，咁佢細個咧就好中意煮餸。咁其實喺泰國咧都有好多呢種針對遊客嘅呢種泰菜嘅體驗課程，但係佢哋咧都冇中文㗎喎。咁我就喺度諗，點解我哋自己唔做一個呢？当爱做菜的泰国男人遇上爱动脑筋的中国女人，曼谷第一家中文泰菜教室在2014年诞生了。哎 ，hello， 找，来这边请。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冰大厨哈。ผม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在办学4年多的时间里，阿冰成为了冰大厨。魏红则包办了除做菜以外的所有工作，包括现场翻译。炒均匀，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มีก้อนนะไม่ให้มีก้อน。不要让它变成一块块的哈，这样我们压一下它。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มีก้อนนะไม่ให้มีก้อน。现在冰大厨一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，他就可以翻译出一篇厨艺小论文。也许这便叫做天作之合。之前你有吃过青咖喱吗？就是对青咖喱有没有什么印象？青咖喱我没有吃过，我吃过黄咖喱。然后青咖喱呢，它是在泰国菜除了冬阴功这些以外，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菜。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料，是复合香料的典型代表。其中，绿咖喱的经典配方就含有12种香料。从农场带回来的丑柠檬，只取青皮使用，否则会让菜品苦涩。来自中国的孜然也位列其中。冰大厨遵循古法，把12种香料从干到湿按次序放入10冲研磨，磨得越细腻，味道越浓郁。泰国菜跟中国菜有点不一样哈，我们是先放油再开火。1ช้อ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ใส่เยอะ我们就要炒香这个咖喱糕。绿咖喱辛香味重，好拍档椰浆可以缓解辣度并增香。大概1半的那个椰浆去炒香啊。这一碗煮鱼蛋是泰国人的日常菜肴，鱼蛋的鲜爽与绿咖喱的热辣碰撞，相得益彰。绿咖喱还可以和泰国香米同炒，香气四溢，每粒米都浸泡着绿咖喱的香辣。在泰国，怎能少得了冬阴功？火红汤汁酸辣口感，让人胃口大开。
我觉得这个出品绝对。魏红希望通过中国学员，把正宗的泰国风味带回祖国。今天你就是能做出这么好吃啊，我觉得完全你开店没有问题，但是前提也要回去练手。送走学员，支开冰大厨，魏红要送冰大厨一个惊喜。桂花在桂林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。我在广州的时候很怀念，满城桂花香。2年前，学美术出身的杨智慧从广州大型互联网公司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，回到桂树成林的老家桂林。赶项目的时候，会工作到凌晨3、5点钟，然后才回去。当时就有考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。他瞄上的商机，正是家乡遍布街头巷尾的桂花。做电商多年的姐姐杨玲，决定帮他创业。本來你唔知啊，咁樣得有嘢。每年9到10月是桂花盛开的季节，收桂花最怕遇上雨天，可杨智慧第一次到现场收花就出师不利。桂花一湿的话就完全要不了，就是浪费掉。桂林有2500多年的桂花栽培历史，其中金桂被称作桂花之王，也是当地的主要品种。10月初，天气终于转晴，杨智慧和姐姐沿着漓江顺流而下，到桂林阳朔白沙镇寻花。真的打算收好多桂花呢？打算啊，到時收10擔到15擔嘛，剪葱做的話都15擔。桂花进入花期第3天，正是盛极之时。在人们拍打下，落成一阵阵桂花雨。远远的，便有浓郁的甜香扑鼻。谢谢了。谢谢两个小美女。这棵桂树已经有300多岁，据说是白沙镇最老的桂树之一。叶似柳刀，花形饱满，因此被称为柳叶金钱桂，是金桂中的极品。桂花开的这几天，基本上我们都是忙成不能睡觉的那种状况。收桂花要讲一个抢字。桂花不仅怕雨水，还怕高温暴晒。按照经验，中午之前必须停止打花。这样子啊，这桂花没法大的啊，按照越大地你长得越好，是吧？打桂花看似简单粗暴，实则绵里藏针。只需往侧面击打枝叶，花儿便纷纷坠落。这样既不会伤着树干，还同时给桂花树塑形。10来人围绕着这棵老树，分工合作，从清晨忙活到快中午，才把360多斤桂花收完。2个小时之内就必须要送到里面，不然这个桂花放久了会发热，发热了之后就会烧黑。
莫建元做桂花加工这行已经10几年，是为数不多沿用传统柴火烘烤技术的厂家。杨智慧把今天收来的桂花托付给他。那今年就拜托你了吧。好的啊。好的，谢谢老板那我们走了啊。用柴呢，它那个花的颜色比较好一点，慢慢的杀青，它那个香味还在里面。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确保这种米粒儿大小的花朵脱水后，依然保留着鲜花时的金黄与甜香。经验老道的师傅24小时轮班，每隔1个小时便要给每一扁桂花挪位置。每一炉桂花都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柴火烘烤，一斤烤1两5到1两7这样。经过4天3夜奋战，拥有天然甜香的金灿灿的桂花，终于可以上市了。除了发货，杨智慧心里还惦念着另一件事：把鲜桂花做成各种美食，犒劳陪自己创业的好姐姐。桂花是甜品的好伴侣，镶嵌在透明膏体里的桂花，仿佛还凝固着枝头上的风姿。晶莹剔透的凉粉撒上几颗金桂，是当地当季才有的享受。精挑细选的新鲜桂花，杨智慧把它们做成桂花酒、桂花蜜和桂花糖。金桂与白糖层层相叠，待两者完全融合即可取用。这些寻常食物因与桂花相遇，给嗅觉和味觉带来清雅香甜的气息。也因为桂花，杨智慧完成了自己的蜕变。风雨将至，珠海香洲的码头停满了避风的渔船。中山餐饮人王洪瑞和朋友听说有船到港，从中山赶去吃鱼。哎，六哥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！喂，今日辛苦晒你啊！留咗啲咩魚俾我啊？整咗幾條靚嘢啊！哦，哇，靚啊，好生猛啊，好生猛啊！大冬天到海边渔船吃鱼，王洪瑞为的就是这口鲜。做了10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准备做刺身，在动刀之前，他还要做一件事。我哋先整個山葵，準備好材料先，跟住再劏條魚。山葵，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。为了最佳的口感，山葵必須現吃現磨。通常10-2分鐘食最好咯，因為10-2分鐘係啊。嗱，阿龍哥啊，我今日我都帶咗咧，我自己磨啲黃芥辣嚟啊。咁咧陣間咧，我哋 PK 下。好。刺身，在中国也叫生鱼片，古代称之为块，而日语里刺身也写作块。不一会儿，叶土龍就把魚肉切好了。掂下啲日本豉油先。好啦，跟住就加啲黃芥辣，撈撈佢。嗱，金黃色，掂啊！黃芥末入口，一股辣劲儿直呛鼻腔，但很快缓解，随即滿嘴芳香。先點豉油，再夾上芥辣。山葵的辣度与黃芥末相仿，但帶着植物特有的清新，生魚片的鮮味被極大的激發。黃芥辣咧濃香啲，青芥辣咧就清香啲。係啊。這兩種香料賦予生魚片更豐富的味覺體驗。
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，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。12月是芥菜上市的季节，花期过后，芥菜籽儿逐渐长大。成熟后的芥菜籽儿晾晒干燥，便是制作黄芥末的原料。在辣椒这个舶来品出现之前，黄芥末是中国古代辣味的来源之一。王洪瑞是制作传统黄芥末的高手，把当季的芥菜籽儿倒入石冲，捣碎成末。係我哋當地本身係一種芥菜籽磨出嚟嘅，即係阿爺輩嗰陣時講，以前都已經有㗎啦。细细研磨后的粉末，要用油纸包裹，再放到锅里隔水蒸。让粉末充分吸收水分。真係唔得！哇，犀利到香噴噴啊！其實粵菜嚟講咧，我哋講話淡中出鮮，鹹中出味。好多切雞啊、食腸粉啊、白灼啊呢啲，佢用啲芥辣嚟點下佢咧，將個鮮味會帶翻出嚟嘅。中山早餐常见的猪肠粉，最佳搭档便是黄芥末。本来寡淡的粉，淋上黄色的芥末，便让人食欲大增。对于广东名菜白切鸡，蘸料十分重要。嫩滑的鸡肉遇上黄芥末的辛香，口味变得浓郁。新做的黄芥末让王洪瑞厨性大发。脆肉鲩是中山特产。与黄芥末同炒，本来清淡的味道增添了风味儿。黄芥末搭配肉类最为吸引。开了背的螺水虾吸收了黄芥末。冲鼻的辛辣提点味觉，凸显后来居上的虾的鲜甜。呢個咧我自己做嘅黃芥辣啊，係啊，我自己磨噶嗱，自己。王洪瑞下海做餐饮已經15年了，做的都是吃了一輩子的本地菜。我感覺到即係我哋每個城市，我哋必須要有一兩間，即係去做翻我哋以前真真正正傳統嘅菜式嘅。夜幕低垂，王洪瑞又用本地菜迎接了一波外地朋友。嗱，你哋第一次嚟沙溪係嘛？係。咁咧今晚咧就帶你哋嚟食下我哋沙溪最傳統、最地道嘅街邊小食。無論早或晚，黃芥末都在中山某個角落，用刺激芳香的口味，以一抹明黃點亮庸常的生活。春天里，山城潭滨，暗香浮动。当地人何建平和妻子莫新兰最近每天都要上山。26年前，他的父亲承包了家附近的几个山头，共200亩地，全部用来种植当地最负盛名的香料。嗰啲桂樹係我爸包山嗰時種落嘅，到依家都有20-30年嘅啦。他们拿出一把形状奇特的刀，用刀身长度比划树干，接着用刀尖一圈一划，一块块统一长度的树皮剥落，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。原来这些散发甜香的树便是当地特产肉桂。
哇！呢塊咁大塊嘅，哇！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好靚啊！幾百年前咧已經好出名㗎啦，我哋啲龜。何建平砍下剥了皮的树干，留下一截高高的树桩，用来防止被牛等牲畜误伤树根。树根将会发出新芽，5年后长成的桂树又可以再次采桂皮，如此循环，取之不尽。清明至立夏是采收肉桂的最佳季节，树干水分充足，桂皮容易剥离。一把牛角刀是当地惯用的剥皮工具。用咗10幾20年咯，佢整成彎形就比較可以起啲咯。山里偏僻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夫妻俩中午只能吃自带的简单饭菜。掌柜，好辛苦啊！采收肉桂无法用机械代替，人工采收的方式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入行。何建平几十年来第一次采收这里的老桂，下次不知是何时了。曬過節靚啊嘛，好夠香味啊嘛。今年都係天氣比較好，斬得時間長，都有10000多斤啦。每当肉桂采收季节，何家上下4代人都要出动。何建平的父亲何其光今年73岁，当年承包了200亩山地，7年種了12萬棵桂苗。我頭唔品啊，開始種桂嚟講都有幾代嘅人。我太公啊喺南洋攞啲桂種翻嚟種下。先辈们種下肉桂，没想過可以庇蔭後代如此之久。當地人熟知肉桂習性，甚至用它來測試體質。烈人食到呢就好辣，涼嘅人食到呢就有少少甜。把老桂去皮曬乾，可以減少辣味兒。肉桂磨成粉，可與其他香料混合製成五香粉。但這些對何建平來說都是小兒科，用古法提煉肉桂油才是大活兒。何建平習慣了每年親自做一些給家裡老人小孩備用。桂油嗰啲細蚊仔肚屙肚痛啊，攞嚟蒸瘦肉啊，嗰啲胃寒啊，咁有啲治療效果，家家戶戶都備有嘅。我哋以前蒸餾肉桂油耗時耗力，100斤原料只能濃縮出7、8兩芳香油。自從90年代末桂油廠興起，便很少人懂得手工煉油了。一股濃郁的香腥味一出，肉桂油終於出鍋了。與別的油不同，肉桂油比水重，易揮發，於是當地人把它儲存在水裡。一日大概係2斤半到3斤咁啦。好靚啊啲桂油，好黃淨，好靚。肉桂给予一家幾代人庇護，何建平也打心裡喜愛着肉桂樹。棵樹佬即係爺爺佬啊！閒下來時，他爬上門前10幾米高的肉桂樹，給它清除寄生植物。呢棵桂乸樹起碼都有40、50年啦。
比我仲大啊！因為佢生滿咧寄生就會扯死嗰棵桂乸樹嘅啦，所以我要斬開佢。肉桂树开始抽出新芽嫩叶，预示着今年采桂季节正式过去。辛劳了2个月的何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。甜与辣2种背道而驰的味道，却神奇地集中在肉桂身上。嫩桂皮偏辛辣，何建平做菜喜欢用老桂皮，味道偏甜，口感醇和。这种复合味道极具穿透力，只需一点便直达味蕾。肉桂最适宜和肉类搭配，去腥提鲜，特别是春寒或凛冬之时，暖胃暖心。在豉油里滴上一滴味道霸气的肉桂油，广东人最爱的白切鸡顿時有了更奇妙、嫩滑、爽甜的口感。今年就摸完季啦，食餐飯慶祝下，嚟大家乾杯。乾杯。嚟。胡椒曾经价比黄金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。海南是国内最大的胡椒生产区。这种原产印度的热带作物，在1947年由华侨带到海南培植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，周世通和妻子洪云飞从小在胡椒藤下长大。家里已经是第3代种植胡椒。小时候就来了，上学的时候父母的工多，我们就帮忙了咯。胡椒6月开始成熟，采摘期为2个月。一天高峰可以摘6颗、7颗。一串胡椒只要有1颗变红，便是成熟标志，可以采收。这些青色的胡椒经过杀青后晾晒，颜色逐渐加深，便会变成我们熟知的黑胡椒。黑胡椒中含有挥发油，受热时间长就会导致它的香辣味消失，因此黑胡椒需要现磨现用。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，采用冻干技术，还可以保留胡椒本来的颜色和味道，被称之为青胡椒。而中国人最常用的白胡椒，需要更复杂的工序。夫妻俩把摘回来的新鲜胡椒活水浸泡，10多天后，胡椒外皮已经腐烂。反复搓洗后，一颗颗白嫩的胡椒逐渐出现。这样的活儿，夫妻俩已经搭档配合了10年。种植胡椒需要很多功夫，而且价格波动较大，已经很少年轻人以此为主业。但周世通夫妻却一心要做好胡椒买卖，还在当地收购加工胡椒。他们1年到头总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到处收椒。1年收100万左右。我老公开胡椒比较辛苦嘛，一般我是付款时间不感觉辛苦啊。
今天是洪云飞外公丁桂英的生日，这位第一代的胡椒农已经102岁了。洪云飞去探望他。这个人哦，他第一代种胡椒，他孙子也要种，这样传下去。大伙儿早早赶回家，给老寿星张罗寿宴。这次由洪云飞掌勺，他要做2大桌子好菜。本地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白胡椒的身影。猪肚包鸡是经典粤菜，同样受到海南人的欢迎。再加上原粒白胡椒加持，汤清肚白，一口汤暖暖辣辣，直达肠胃，舒坦。与黑胡椒不同，白胡椒的香味儿即使磨成粉也可以留存，无需现磨。与海鲜搭配，去腥提鲜，和肉类一起解腻提味儿。凭着芳香的气味，香料上达灵魂，下达食欲，让有限的食物变化无穷的滋味，也形成了不同地域饮食流派的特色。这是口福的盛宴，更是审美的情趣。